记得我好像第一次喜欢的少女漫画是《尼罗河女人》，这样就报年龄，然后就是出那种超小本的，就是去看。其实之前没有想就是因为觉得画漫画大概没有办法维生这样，但是后来在去英国念完书之后，就是我的毕业制作就是画一本长得很像绘本的漫画，比如说这一本是叫做《绵羊谋杀事件》，是因为我觉得去了英国之后，就开始对于宗教这件事情产生一个疑惑，就是因为从小家里面我们是没有宗教信仰啊，但是会有一些大家拿香拜拜就跟着拜啊，那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那个人是谁，就有神就拜这样子。那我觉得是台湾一个蛮特别的，是有点多神信仰这样子，我们蛮尊重各种文化的。可是去英国之后，那边的大宗其实是基督教、天主教的系统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这么相信这个，但是有一群人完全不相信这个，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？然后宗教它到底可以带给人什么之类的？然后其中我那时候比较被吸引的是，大概1960年、70年代那时候，好像比较爱与和平的时候，那个百花齐放的邪教组织之类的，然后就去弄了，就是找了很多资料看啊，然后就去研究它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后来就做这一本，就是因为我喜欢画动物比较没有国界，真的，一开始是因为在英国的时候，然后觉得画的日本风的东西，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有文化隔阂，就像我看外国的漫画，比如说我看 Watchmen， 我会觉得他们画的美女，我都觉得好丑，就是我会觉得长得怎么这么奇怪之类的。那他们看我们也会有一种那种隔阂，就姑且不论它是多好的东西，你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，这个风格不是我平常看到的，就可能先把它推开。然后那时候就想说，可以用动物来做一个陈述这样子，而且同样的事情。人讲好像有点无聊，可是动物讲就还蛮好笑的，也是有的不太有什么主题的，就是纯粹是做了一些奇怪的梦，然后出来的结果。可是梦可能是现实是心里面一种某些状态的反应，那所以可能有些什么用话说不太清楚的，所以可能用画出来就可能还蛮有 feel 这样。说故事的工具吧，反正人生就是尽量找一些让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。